我是风月楼的小厨娘，意外收养了恶毒女配真千金。系统说他日后会抢女主的机缘，挖她的心肝脾肺肾，只为坐稳男主侧妃之位，是个十足恋爱脑，断不可留。我左耳进右耳出，从锅里捞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，撒上葱花，滴上香油，再打一个荷包蛋，最后狐疑地盯着灶台上口水直流的糯米团子。他正扑腾着小短腿，两眼放光地往锅里爬。娘亲，面面香香，就这恶毒女配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看着糯米团子，哦不，恶毒女配的小短腿，陷入了沉思。你确定这是恶毒女配？系统嗤笑一声，没错，就这么短的腿，以后一脚就能把你的头踢掉。拿过去埋在女主院子里的梨花树下，散发母爱的清香。小团子头埋在碗里，嗦了一口面，又回头拧着眉，冷冷地瞥了我一眼，嘴角还残留着一点汤汁。他恶狠狠开口：这面里若是有毒，官府不会放过你的，别以为你是我娘就不用坐牢。系统无情嘲笑，年纪不大，已经有了日后是母的雏形。我哽住，好毒的嘴。我穿过来时，风月楼里的老鸨正贪婪地打量着我和小糯米团子。你们娘俩还是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吧，想攀上国公夫人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。系统迅速给我讲清了如今的状况。我穿成了一本真假千金文里的女主亲娘，但我手里拎着的不是女主，而是恶毒女配。当年原身恰巧和国公夫人同时在寺庙产女，原身将两个女孩调换，他的女儿成了假千金女主，而小糯米团子谢以堂被原身抱走。系统好说歹说，告诉我此女断不可留。这出狸猫换太子的戏一旦被恶毒女配知晓，我的死状将会无比凄惨。我的任务无非是帮助女主走向大团圆结局，到时候回到自己现代的身体里不成问题，管一个女配作甚？可眼下我瞅了瞅地上瘦骨嶙峋的崽，可耻的心软了。我穿越前还有门做饭的手艺，带个娃应该不成问题吧？老鸨狐疑地看了我半天，嘲讽的语气在一份脆皮五花肉里消失殆尽。这肉焦黄脆嫩，细而不腻，不用伺候客人了，后厨还缺个厨娘，立马上岗吧。我拎起一脸警惕的团子，连着挨了几声，匆匆跑去了后厨。当时系统在我脑海中连连叹气，你不知道手里提了个什么玩意，她可是纯纯的疯批病娇女配，过几个月回了国公府，有你好果子吃。听我的，现在一不做二不休，把她处理掉，一劳永逸。还未等我回他，就看见团子趴在灶台上睡着了。我愣在原地，沉默了半晌，最终在系统恨铁不成钢的骂声中，我抱起了团子回了屋。迷糊中，他朝着我的手臂咬了一口，我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在简易的木床上铺好被褥，又放了个姑娘们不要的汤婆子。小糯米团子睡得很香，却一直皱着眉头，眉眼间可见她日后的美貌，但她生的明丽，我长相清秀，明显不是我的种。前身恶毒可恨，打骂虐待她，可我前世就是在福利院长大的孩子，送上门的崽哪有扔了不养的道理？养恶毒女配着实不容易，心好累。福利院的孩子们会自己玩，我只需要给他们做好饭，看着他们不要摔跤就好。可糖糖和别人很不一样，他会每天瞪我几十遍，用眼睛凌迟我千百次。用系统的话来说，这是恶毒女配天生的掌控欲，平等地窗死每一个人。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，是时候抓一抓孩子的教育问题了。也不说一定根正苗红，至少不能动不动就把娘亲脑袋当球踢吧。于是我拿到月银后，就给他做了一身男孩的衣服，扎起头发，让他在外面帮忙收拾桌子。糖糖脸涨得通红，紧紧攥着衣服。你竟然让我去那种地方做事，你是不是想把我卖给他们？我就知道你跟别人的娘一点也不一样，有时候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我亲娘。等你老了，我是不会给你养老的，到时候你还得每天给我做饭、缝衣服、给我洗澡。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，连忙从兜里掏出一小袋新做的青梅府递给他。孩子不听话，拿零食堵嘴。不过我不太会和小孩子沟通，话在嘴边转了一圈才开口。这是我前日做的，吃的时候别让人看见。你放心，娘和伙计们说好了，
只是打扫桌子，你不付出劳动就想天天吃肉，这怎么能行呢？糖糖愣了愣，显然没听过这种说法。不过他还是不自然地接过了青梅符，狐疑地闻了闻。我看着他背过去，悄悄舔了一口，下一秒就愣在原地。系统冷笑道：“她可是恶毒女配，挖心挖肝做1丈红的姐，怎么可能被这种东西收买？”咦，她嘴里是什么？糖糖背过身去，但不难从侧面看见她鼓鼓的小脸，一边嚼一边毫不扭捏地换上那套衣服跑了出去。我微微一笑，深藏功与名。糖糖只在前厅吃饭的地方收拾碗筷，一天下来她小脸汗滋滋的。因为生得可爱，楼里的姐姐们经常塞些糖果银钱给她。晚上回屋吃饭时，她眼睛亮晶晶的，随意抹了一把脸上的汗，就要跑上桌吃饭。我一把捞起了她。糖糖腾空的瞬间身体紧绷，声音也颤抖起来，忍不住在我怀里挣扎。你要干嘛？你现在打我，我就出去告诉姐姐们，她们都很喜欢我，我再找个娘亲，不要你这个坏女人了。我手顿了顿，系统补充道：谢以堂跟了袁身后经常挨打，早就恨透这个世界了。距离国公夫人找过来不到1个月，你改变不了什么的，她还是会按照既定结局弄死你，然后被男主挑断手筋脚筋扔到乞丐堆里，被凌辱致死。宿主，无论你怎么做，他都不会领情，即使这样，也值得吗？系统的话让我心底一沉。糖糖还在挣扎，慌乱中，他不知从何处拿出一支银钗扎在我的胳膊上，划出了一道浅浅的血痕。下一秒，我拿起一旁的湿毛巾给他擦了擦脸，又擦了擦手。想了想，还是告诉他，吃饭前要先洗手，不然脏脏的，病从口入。糖糖愣愣地站在地上，慢慢红了眼。他没说话，倔强地低着头，好像在等着什么。我摸了摸他毛茸茸的头发，笑了。快去吃饭吧，今天娘给糖糖做了不少好吃的。酱猪蹄色泽红亮，软烂入味，一筷子戳下去，颤巍巍，软糯糯。椒盐虾干燥酥脆，白里透红。香菇鸡肉粥鲜亮粘稠，正好给糖糖养养胃。他从前吃的不好，现在想养胖需要费点功夫。我转头一看，糖糖咽了咽口水，却意外的没有动，而是欲言又止地看着我的伤口。没事的，快去吃饭吧。糖糖这才坐上饭桌，3下5除2干了2碗粥，最后撂下筷子，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。再回来时，他手上拿着药，不声不响地扔给了我，转身跑出去干活去了。平日里我没给糖糖什么零用钱，这药肯定是他白天忙活得来的小费。等糖糖再回来时，他乖巧地打了水擦洗身体，才爬上了床。我心底叹了口气，真是个傻孩子。糖糖在风月楼适应得很好，我1日3餐顿顿给他喂肉，终于把他喂得脸上多了些肉，就连风月楼里的姑娘们都肉眼可见地丰腴了不少。于是老鸨给我加了月钱，不住则折，只为了让我搞些素淡的给姑娘们。糖醋排骨、咕老肉、云片火腿、蒜香羊排、荷叶鸡、脆皮烤鸭。糖糖是不挑食的，不论我做什么端上桌，他都十分捧场的星星眼，狼吞虎咽的干饭。白日里，他在春风楼前面帮忙打扫愈发麻利，偶尔还要来后厨帮忙。他嘴上不喊我娘亲，只大摇大摆回来干饭，一句话都不同我讲。连老鸨都忍不住问我是不是同女儿有什么误会。我笑了笑，没回答他。糖糖本就是个敏感的孩子，要他立马接受我这个娘亲的变化，才是为难他。这天，我正在后厨研制新菜，热油葱姜蒜爆锅，切好的鸡肉扔进去，鸡皮炸得又酥又脆，油而不腻，干辣椒放进锅里炒得喷香。我抹了一把汗，笑眯眯地将辣子鸡装盘端出去。有位醉酒的客人死活不去后面找姑娘，偏要在前厅闹起来。男人眯着眼，见着我端盘子出来，色眯眯地笑了起来。哪里来的小厨娘，倒是个美人，不如陪爷喝一杯。话到嘴边咕弄了一圈。我本想说放你爹的狗屁，但这毕竟是客人，能避还是避避，我和糖糖还指着这份工作呢。可这男人不打算放过我，手突然朝我腰间袭来，一道身影闪电一样冲了过来，狠狠撞在男人身上。糖糖飞奔而来，拿起桌上的盘子，愤恨地砸向男人的头，活脱脱一个泼辣的小团子。
他爹的，谁让你碰我娘的？信不信小爷剁了你的爪子？那男人被砸到酒醒，醒来就要揍糖糖。我来不及想糖糖这脾气哪里来的，连忙操起菜刀，对着他两腿之间怒喝：你想干嘛？糖糖不依不饶，上去给了他几脚，额间都冒起了细密的汗，犹不解恨地骂道：便宜货，给不起钱还要来花楼。男人被骂出了火气，也顾不得我手里的菜刀，红着眼朝我冲过来。我挥刀之际，门口突然响起了一道声音：哪位是谢婉娘和谢以堂？我想过剧情迟早要走，我的女儿迟早要离开我，但我没想过这么快。国公府的人一来，糖糖迷茫无助地看着我。系统忍不住吐槽：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剧情总是要走的，你女儿就是恶毒女配，现在你说怎么办吧？等她知道是你故意换的孩子，你的死期就到了，真是日他爹的。国公府的人看都没看地上的男人，直接叫人拖走了他。我和糖糖出了风月楼，巷口不远处停着一顶轿子，轿门一开，那张娇艳明媚的脸就这么出现在我眼前。国公夫人沈静。我盯着糖糖的神色，她肉眼可见地怔了怔，脸上浮上一丝茫然。沈静目光掠过糖糖，在落到我身上时皱起眉头，凌厉地盯着我。你是谢夫人？当年你我二人一同产女，产婆说我女儿肩膀有一块胎记，可后来却没了，不知是否慌乱中抱错了孩子。沈静是京城有名的厉害女子，她身为长公主之女，出生起便被封了郡主，受尽宠爱。平日里行事骄纵，性格偏颇傲慢，和日后做了恶毒女配的糖糖如出一辙。我瞧见糖糖身子抖了抖，垂手不知在想些什么，于是我伸手拉住了她的小手，不卑不亢地抬眸。民女只知道糖糖是我的女儿，郡主以为呢？剧情中沈静宠爱秦婉歌，视女儿为珍宝，即便后来得知她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仍然愿意宠她护她。糖糖回了国公府，得不到想要的爱，反而愈发偏激。既然如此，何不把我的女儿留下来？系统急了：宿主，你疯了吗？你要强行改变剧情吗？没用的，女配无论如何都会回到国公府，只要日后她生了嫉妒之心，下场依旧不会改变。系统的话我明白，可不试试，我怎么甘心？凭什么要我送自己的女儿去死？沈静气急反笑：好一个你的女儿，我倒是怀疑，是你蓄意调换了孩子，叫我们母女分别多年才得以相见。既然我已经查明情况，今日他定要和我走，至于你，别不识好歹。虽说没有证据，可若是我送你见官，你也要吃些苦头。我还想说些什么，糖糖却松开了我的手，几步跑到沈静身边，一大一小仿佛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我身上有胎记，国公夫人才是我的亲娘，我要和她回去。我愣了愣，一句回去吃核桃酥生生憋了回去。兜里的核桃酥是刚做好的，放在手心还有些热，如今却觉得冷了不少。糖糖说完就别过了头，不再看我。我看不清他的神色，只沉默半晌，抬眸开口：糖糖身子骨弱还瘦，她吃惯了我做的饭，我同你们一起回去。这次糖糖没开口。沈静愣了愣，眯着眼睛看着我，最后点了头。厨娘自然不能坐轿子，我跟在国公府的马车后面，听着脑子里的系统叹气，一遍遍地问：值得吗？我想，自己的女儿怎么不值得呢？国公府人口简单，国公也秦朗上了郡主后，从未纳妾，两人膝下只有一女，宠得如珠似宝。我跟着轿子走了半个时辰，一路上我的心都沉着，脑中闪过一个又一个画面，一会想起糖糖头埋在碗里干饭的模样，一会想起他在风月楼里泼辣的痛骂客人的场景。这么好的孩子，怎么回了国公府就抑郁了？真是糟心啊！我沉默地跟着队伍回了国公府。远处站着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，生得清丽乖巧，琴手蛾眉，目若秋水，只瞧着就知道是世家贵女。我的心猛然揪了起来。这就是女主秦婉歌，我的亲生女儿。她眼眶红红的，好像刚哭过。国公爷站在婉歌身旁虚揽着她，眼里尽是心疼。糖糖看到这一幕会怎么想？我目光盯在轿门上，沈静率先在婢女的搀扶下走了出来，糖糖随后几步跳了下来，身上还穿着我给她做的衣裳。一下轿，
沈静就心疼地上前查探秦婉哥的情况，嗔道：“怎么又出来了？你身子不好，早叫你进去休息。”秦婉哥柔柔笑了下，朝着沈静行了个礼，又看向糖糖：“妹妹好容易回来，我自然要来接的，娘亲不必担忧，婉哥身子无碍。”糖糖自从下了轿，就抱着手臂冷冷站在一旁，此刻听了这话，更是嗤笑出声：“妹妹，我哪里有你这样的姐姐？刚刚叫上郡主说只生了我一个，可没说还有什么姐妹，难道你是我爹和别人生的？”我心里长叹一口气，系统无奈道：“我早说了吧，只要回了国公府，女配就一定会嫉妒女主，一出生就被抢了身份，你让她怎么想？等她知道你就是罪魁祸首，你也不得好死。”沈静眉头一拧，顿时上火气：“你是怎么说话的？不是我养大的孩子，连最基本的礼仪都不懂。以后婉哥就是你姐姐，你和她好好学学礼仪。”糖糖哪里受过这种气，往日即便原身打骂虐待她，她也嘴硬得很，不会喊一句痛。如今被亲生娘亲这样一说，她眼眶顿时红了。国公爷瞧着情况不对来劝，可这大小母女一样，哪里听得进？我走出人群，在众人茫然的目光中抱起糖糖，她身子微微一僵，将头埋在我的肩膀，我顿时感到衣领一片如湿。糖糖是我教的，我从不认为她如此有什么不好，若是姑娘家在外不厉害点，早叫人欺负了。沈静微微一愣，没想到我会这样讲。糖糖眼里蓄着泪，不瞧沈静，只盯着秦婉哥：“你只说是我姐姐，却不问你亲生娘亲在哪，你不想认她对不对？”秦婉哥身子僵住，他没想到糖糖在乎的竟然是这个，更没想到我会跟着国公府的马车回来。秦婉哥这才扭头仔细看我，俯身拜了拜，看似柔弱的姑娘此刻意外地犟了起来，只咬唇却不吭声。糖糖倔强地盯着他瞧，我叹了口气，温和开口，叫不出不必勉强，我是你亲娘，养你的国公夫人同样是。感情都是需要一点一点培养的，即便是亲生母女也是一样。婉哥才得知自己不是沈静的孩子，又立刻见了我，说不出话是正常的。我掂了掂糖糖，在他耳边小声道：“娘亲，这不是还有你吗？怎么你认了亲娘就不认我了？”我鲜少和糖糖这么亲近，她的泪水在眼眶打转，摇摇头：“娘，你会不会不要我了？”我叹气道：“不会，以后娘还顿顿给你做好吃的。”糖糖擦了一把眼泪，我把人抱得更紧了些。自我来了，糖糖整日就像个精力无限的小太阳一样，脸上总挂着明媚的笑容。我从没见过她这般没有安全感的模样。沈静似乎想说什么，可迟迟没有开口，只是握紧了秦婉哥的手。国公也打着圆场，要大家都进府再说。糖糖经过这遭，似乎有些困了，饭桌上不住地点头。原本到了国公府，应该先洗漱一下换身衣服，但糖糖坚持吃了饭再去。这饭是府上大厨做的，她吃得很不满意，就连我也皱起眉头。狮子头太过油腻，糖醋藕过于甜了些，米饭太硬，不适合糖糖的胃。糖糖扒拉几口就没了兴致。国公府的人饭桌上都很安静，我便抱着她先告退。沈静叫人带我们去院子里。糖糖的院子在最西边，秦婉哥的院子在最东边，挨着沈静的院子。系统解释，沈静怕秦婉哥乱想，没动他的院子，而国公府上唯有最东边的院子规制和秦婉哥的差不多，他又想让两个女儿适应一下再接触，就给了这个院子。我忍不住蹙眉，这沈静当真是个拎不清的小孩子，心思敏感，他不说，糖糖当然会认为亲生娘亲不喜欢自己了。糖糖回了院子不久就睡着了，她从前在风月楼一直和我睡，如今上了床也是小小一直缩到里面，眼睛一直闭一直睁，悄悄观察着我的动静。我洗漱了下，便躺在她旁边，熟悉地拍起糖糖的胳膊哄她睡觉。半晌，糖糖闷闷开口：“娘，白日里我不是那样想的。”糖糖指的是沈静要带走她时。我挑了挑眉，不用解释，娘当然知道，我养出来的孩子自己心里有数。系统在脑子里啧啧两声，也不知道谁伤心的跟在轿子后面走了一路。我老脸一红，那咋了？虽然知道糖糖是不想我被送去见官，但听到他那样说还是会难过。
糖糖突然翻过身来，头埋在我的衣襟里，猛吸了一口，咕哝着：“还是这个味道安心。”说完，他沉沉睡去。国公府的规矩多，次日起了床，糖糖就得去给沈静请安。请安时，秦婉哥早早到了。我瞧着他眼下乌黑，想必昨晚也没睡好。唉，真假千金这种事，任谁遇上恐怕都睡不好吧，何况糖糖和婉哥年纪尚小。我思忖片刻，悄悄退了出去。原来的厨子是个京都的老师傅，做菜浓油赤酱的，看上去美味诱人。但糖糖肠胃不好，吃不得这些。婉哥也清瘦得紧，听闻他平日胃口也不是很好，显然是菜不太合胃口。我将厨子赶了出去，自己上了灶台。失眠多思，一般喝些安神的汤便好。我将排骨洗净，下锅焯水，另起一锅，加入酸枣仁、百合、枸杞炖汤。汤汁清甜可口，安神助眠，正适合她们姐妹俩喝。我另外做了几个清爽小菜，和糖糖爱喝的三鲜汤一并端了上去。刚进屋，就听到糖糖冷笑着开口：“凭什么好东西都给他？到底我是你们的女儿，还是他秦婉哥是你们的女儿？你一口一个懂事有礼貌，我怎么不看他关心自己亲娘一句话？”我心里直叫不好。糖糖性格倔强，认定的事谁都说不动，平日里都得我拿着零食给他讲道理，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。果不其然，下一秒沈静怒喝：“你怎么如此没大没小？这几日你便禁足在院子里，别出来了！”我推门而入，第一次生了抢走糖糖的心思。脑中系统还在感叹剧情的可怕，养娃不如我想的那样简单。可我无暇顾及这些，只叫人把菜放在桌上。糖糖此刻正站在沈静面前，脊背挺得很直，满脸不服输。有什么事吃了饭再说，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。我自顾自坐在他身边，拉着糖糖坐下来，又给他盛了一碗三鲜汤，给婉哥盛了一碗酸枣仁排骨汤。糖糖平日犟嘴时，听了这话就消停下来，乖乖吃饭。这时候虽然脑袋耷拉着，但嘴还是诚实的埋到了碗里。倒是婉哥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，怔怔地看着面前的这碗汤，端起来喝了一口，然后就是一碗、两碗。沈静吃过饭，精神状态明显好了不少。她优雅地擦擦嘴，不自然地看着糖糖。过些日子宫里太后寿辰，你是我的女儿，同婉哥一起去参加寿宴。婉哥，糖糖有什么不会的，你多教教她。婉哥柔声应下。自我和糖糖来了国公府，她就好像避讳似的，不同我们讲话。沈静如今这一出，也是为了促进她们姐妹感情。小孩子嘛，玩着玩着就玩到一起去了。宿主，你在想什么？他们是普通小孩子吗？你见过恶毒女配和女主玩到一起去的吗？况且那寿宴上可有男主在呢。系统一番话提醒了我，男主三皇子也在寿宴上，而糖糖在寿宴上对三皇子一见钟情，太后不知其中隐秘，赐婚给婉哥和三皇子。糖糖心生不满，竟然当着大家的面揭穿婉哥的身世，说她不过是个低贱之人的女儿，竟然也能当皇子妃。秦婉哥受到众人冷眼，跪下求太后收回旨意。太后得知真相后，又改了赐婚人选，三皇子屈辱接受。如此一番，三皇子和秦婉哥彻底记恨上糖糖，就连秦国公和沈静都在回府后狠狠责罚了糖糖。糖糖恨极了他们，愈发偏激。此后为了得到三皇子的心，做了许多伤害婉哥的事。最终男女主达成 HE 结局时，三皇子将他虐杀致死。想到这，我不由有些疑惑，这件事里不是有个美美隐身的男主吗？他身为三皇子，若是对婉哥一心一意，为何不请太后下旨求娶？糖糖陪伴在他身边多年，若他强硬拒绝，依糖糖的性格怎会纠缠？系统听了我的话，沉默了。具体的不知道，但反正这剧情一定是真的。我冷笑，剧情是真的，但保不齐有人从中作梗。次日，我在糖糖院子外瞧见了踌躇的婉哥，他生得着实像我。我温声道：“在这里站着作甚？”婉哥眼里露出几分纠结，朝着我行了个礼：“谢夫人，马上要到太后寿宴了，母亲要我教妹妹礼仪。”我心中不免好笑。
院子里，糖糖从内屋走了出来，手里还拿着一个红李子啃。见到婉哥，他愣了下，随即哼了一声，又走了进去。婉哥神色黯淡下去，我还是晚上再来吧。不等他走，糖糖又从里面出来，嘴里叼着一个红李子，手上又拿了俩，白了一眼，一个塞到我手上，一个塞到婉哥手上。最烦你们这些大小姐，平日里什么事都藏在心里，难相处得很。不是说要教我规矩吗？还不快点跟上来。说完，他转身朝着屋子里走去。婉哥愣了愣，眼里闪过一丝惊喜，急匆匆提起裙子跟了上去。我在他们背后没忍住咧开嘴角。糖糖是我养的，他什么样我最清楚，嘴硬心软的孩子，心里善良的紧，做事自有一套准则，我不必担忧他受欺负，这没什么不好。而我虽然才和婉哥相处几日，却知道他是沈静用心浇灌出来的花，进退有礼，温柔坚韧。且沈静那日虽然给我了一番言语威胁，但还是让我进了国公府，好吃好喝的供着。平日里时不时送来些好玩意，嘴硬的模样和糖糖如出一辙。他教出来的孩子也是好孩子，这样好的两个孩子，如何因为那些事闹得你死我活？系统也沉默了，他重重叹了口气。如你说的不错，可是你要知道，现在的女配还不知道是你故意将她调换，更不知道无论什么情况，她的亲生母亲都会第一时间看向女主。我摇摇头，你不信，往往是很多事叠加在一起，才会压垮一个人。我的确不信，我不相信沈静是那种是非不分，会牺牲自己亲生女儿的人。国公府这么讲究规矩的地方，糖糖没大没小，沈静顶多怒极威胁他几句，都不舍得真的下手惩罚糖糖。他心中亦有愧。接下来的几日，婉哥日日来教糖糖礼仪规矩，他温柔耐心，糖糖暴躁叛逆。几日下来，糖糖学了个七七八八，婉哥的黑眼圈也重了不少。我连忙熬了些安神汤送过去。期间，沈静和国公两人偷偷摸摸地躲在院子外看了会，国公爷一直抹眼泪。两个都是好孩子，我这几日心里忐忑得很。当初你产女要不是我哭晕过去，也不会闹出这种乌龙呜呜。沈静一个肘击，国公爷脸色煞白，闭上了嘴。我站在旁边不免失笑。沈静又跑来好奇地问我，糖糖小时候什么样，平日里喜欢什么，有没有特别的爱好？我顿了顿，严肃地告诉他这些事等到太后寿宴后再说。沈静不明所以，但还是应了下来。届时我会将从前的事一并说出来，包括将两个女儿调换的事情。只是在那之前，我得确保糖糖的安全。太后寿宴前一天，我心里焦虑得很，在小厨房连做20道菜。国公夫妇和两个女儿站在门口不敢说话。我烦躁地提起菜刀，3两下把排骨剁碎，心里舒了一口气。转头就看见他们4个脊背挺得笔直。我问，你们几个站在这里干嘛？4人齐齐摇头，迅速跑过来端菜上桌。说来奇怪，自从糖糖和我来了国公府，他们家的厨子就好像消失了一样。最开始沈静他们一家子吃饭时闭口不言，细嚼慢咽，后来一大桌子人挤在一起，狼吞虎咽，一边吃还要一边夸菜好吃。菜上桌后，我忍不住问了出来，郡主。沈静突然被点名，一口吞了嘴里的丸子，正襟危坐。我顿了顿，没明白他为何这副做派。沈静小心翼翼地开口，谢夫人，你今日可有什么不高兴的？我摇摇头，那倒没有，只是想问一下，国公府同三皇子的关系如何？这话一开口，国公爷和婉哥都停了筷子，不约而同地看向糖糖。他们都知道，这婚约原本是糖糖和三皇子的。糖糖咬了一口酱猪蹄，嘴角蹭上了一点酱汁，另一只手舀了一口汤，喝得稀溜稀溜。国公爷皱起眉头，想说什么，最后还是拿上帕子擦掉那点碍眼的酱汁。也说不上好不好吧，只是母亲让我给三皇子和婉哥定亲。我瞧着那孩子资质不错，人也谦虚良善，加上婉哥同意，便定了。糖糖，日后娘也会给你定门好亲事，你性子不拘束，去宫里只会委屈了你。这几年让皇上多开点科举，娘带你绑下桌序，喜欢谁就掳了回来。沈静越说越兴奋，
蠢蠢欲动地盯着糖糖。糖糖嗷一口吸起了蒜蓉粉丝上，根本没注意他在说什么。我连忙打断沈静，绑下捉婿的事日后再说，先吃饭。按沈静的话来说，三皇子看上去没什么特别，可那剧情说的一切总让我心里打鼓。饭后我便和沈静提了让我陪2个女儿一起去宫里的事，她愣了愣，答应得很爽快，只说要委屈我下，作为侍女进去。这有什么的？我直接应了下来。寿宴上，我跟着沈静和2个女儿一同进了宫。糖糖对寿宴没什么兴趣，我的心高高悬起，跟在他们身后，第一次见到了书中的男主。一行人礼貌地打个招呼。我注意到婉哥有些躲避三皇子的目光，不禁有些奇怪。走到偏僻的公道上，我悄悄问婉哥：“你不喜欢他吗？”婉哥同许多贵女一样，自小养在深闺中，哪里懂那些喜不喜欢的事？他只皱着眉头。三皇子算是良配，只是……我再问他，他却不搭话了。只是什么？不喜欢就说呗。糖糖大咧咧的，婉哥却不一样，他有姑娘家的细腻。他毕竟是三皇子，而我是个姑娘，外祖母都放了话，我没有不听的道理。妹妹别怪母亲，你的性子若是入了宫没有好果子吃的，还不如在爹娘的照看下挑个好人家。婉哥声音温柔坚定，真诚地看着糖糖。他的确是这样想的，可人不是这样活的。果不其然，糖糖嗤笑了一声，定定地看着婉哥，少来那套做派。我不需要别人为我承担什么，若是我不喜欢的人，说什么也不会同他成婚。婉哥愣了，你年纪小，这么老成做什么？那些是长辈要操心的，和你没关系。国公和郡主想的只是你是否喜欢。若你不愿待在这里，还可以跟我出去做工。我炒菜，你烧火，娘还养不起你们2个娃吗？婉哥陷入了沉思。我暗叹，他年纪上小，想不清楚这些。只单看婉哥对三皇子的态度，便知晓这桩婚事他也不算满意。寿宴开始后，我一直盯着糖糖，却还是让三皇子钻了空子。三皇子如今在贵妃膝下教养，贵妃的宫女突然叫我过去帮忙。我愣了愣，除了跟着过去，别无他法。临走前，我嘱咐糖糖和婉哥要一直待在一起，心却沉了下去。可等我再回来时，瞧见的就是焦急的婉哥。刚才贵妃喊我过去叙话，等我回来，妹妹就不见了，怎么办啊娘？我四处张望了下，沈静和国公爷在长公主跟前，四周围了不少人。眼见他们抽不出空来，我只能一咬牙带着婉哥一起找。宿主，女配在御花园西边的池塘里。来不及感谢系统，我拉着婉哥快步跑了过去。远远瞧见凉亭里那道熟悉的身影，我才慢了下来。婉哥已经气喘吁吁，他抹了一把额角的汗，突然愣了下来。我停住脚步，三皇子也在凉亭里，周围没有宫女侍卫，我带着婉哥悄悄靠近，他们浑然未觉。三皇子笑意盈盈，母妃说了，当年郡主抱错了孩子，你才是郡主和国公爷的亲生女儿，对吗？糖糖冷笑，关你屁事。三皇子哽住，从桌上拿了一块糕点给他。我暗叫不好，这段日子我算发现了，糖糖没有别的缺点，唯一的就是嘴馋。果不其然，他好奇地拿起糕点，只是很快又扔了下去。你们皇宫的东西也不过如此，糖霜太多，糕点过于甜腻，没有我娘亲做的好吃。三皇子疑惑道，郡主还会做糕点？婉哥意外地淡淡笑起来，见我疑惑地看着他，他解释道，妹妹果然挑嘴。我又问他，三皇子想悔婚，你心里如何想？婉哥气定神闲，太后赐婚，我怎么想不重要。娘放心，我自幼读圣贤书，这点道理还是明白的，不会因此迁怒妹妹。我叹了口气，我是问你如何想。你的未婚夫心里没你，日后你进了府，纵然有权势地位，可若是郡主和秦国公不在了呢？若三皇子日后荣登大位，他妻妾成群，你整日为这样一个男人打理琐事，还得防着明枪暗箭，这样过一辈子值吗？婉哥看上去有点懵，他平日听惯了礼仪诗书，大家避讳这些男女之事，他自然不懂。可听了我的话，他低头沉思了起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轻轻地开口，或许我可以不嫁他。
三皇子还在那边和糖糖聊天，糖糖全程都是不耐烦的模样，甚至起身想走。下一秒，三皇子却突然拿着帕子往糖糖面上一甩，糖糖直接朝后倒了去，被他一把接住。三皇子有些恼了，他一手扶上糖糖的腰，压着声音不怀好意道：“没想到这乡野丫头这么不好搞，母妃说的对，对付这种人光说没用，到时候是你自己说，还是我让其他人来看发生了什么，可就由你自己选择了。”靠，那手帕里有迷香。宿主，剧情完整了，这男主怎么这么垃圾？我心里担心的要命，急忙从假山后出来，怒喝了一声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婉哥气红了眼，提着裙子上去狠狠扇了三皇子一巴掌。三皇子是当我们国公府没人了吗？无耻畜生！三皇子被扇了一愣，更让他惊恐的是我和婉哥的出现。他颤颤巍巍道：“你们怎么在这？”“我不是让人。”我冷笑道：“让人什么？让人把这守住了。”桌子上还放着那碟点心。我一看过去，三皇子的瞳孔就骤然紧缩。哦，感情这里也下药了呗。我先他一步，眼疾手快地抢了一块糕点。婉哥直接喊人：“来人啊！杀人了！”沈静和皇帝来的时候，我和婉哥看起来更像那个坏人。三皇子怕事情败露，把桌上的糕点都扔进了池子里，而婉哥随手拿起碟子就开始猛猛砸他。三皇子倒是想反抗，可我好心提醒他，作为皇帝现在还不怎么重视的皇子，害了郡主和秦国公一个女儿，难道还要害第二个？于是他憋着一口气，直到几人姗姗来迟。沈静一看糖糖这模样，吓了一跳，急得围着他团团转。糖糖，你睁眼看看娘！天杀的，哪个狗东西敢害我的女儿？他目光如刀，直直射向角落里的三皇子。他鼻青脸肿，听见沈静的话抖了抖。皇帝轻咳了一声，询问了事情的经过。婉哥连忙上前，一五一十地说完了。三皇子气得脸色铁青，忍无可忍，你一个乡野村妇生的女儿，根本不配嫁入皇宫，孤换成糖糖怎么了？若你们执意如此，秦婉哥也可以嫁进来做妾。婉哥惊诧地看着他，似乎有些恍惚，然后他淡淡开口：“秦婉哥永不为妾。”可三皇子毕竟是皇帝的亲儿子，他犹豫再三，将人禁足半年，罚了3月俸禄。秦国公一听，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。只见皇帝脸色一变，沈静也不留痕迹地往我这边蹭了蹭。下一刻，秦国公不知从哪边出来一个手帕，眼泪像珠子一样一串串滑落。他一边哭一边喊：“爹，娘，孩儿不孝，连我们秦家最后的血脉都护不住啊！要我这条命还有什么用？我不如死了算了。”说完，他猛地朝一旁的柱子冲过去，沈静丝滑地挡在他面前。我目瞪口呆。婉哥小声解释道：“我爹，他就这样，陛下每次都拿他没办法。闹一闹挺好的，至少我们国公府也保得下来。”皇帝额上青筋直跳，最后拍板打了三皇子10大板。后来听说他2个月没下来床，回了家，糖糖足足睡到第2天下午才醒。三皇子给他下了大量蒙汗药，他一睁眼就开心地伸了个懒腰，随即吓了一大跳，拍拍胸脯，指着床边熊猫眼的4人问：“你们怎么都在这？吓死我了！”随即糖糖从床上跳了下来，大咧咧地吵着：“娘，早上吃什么？我想喝海鲜粥了，再配点酱萝卜，美得嘞。”沈静毫不留情地赏了他一个脑瓜崩，幽怨地看着他：“你满脑子就想着吃，知不知道我们都吓成什么样了？”婉哥打了个哈欠，把昨晚的事情一说，惭愧地低头：“都怪我，要不是我，妹妹也不用经历这些。”糖糖撇撇嘴：“怪你干嘛？三皇子那狗娘养的。”话说一半，婉哥连忙捂住他的嘴。糖糖噎了一下，扒开他的手握在手心，认认真真道：“是他给我下的药，关你什么事？你总大包大揽什么啊？没人怪你，有那时间多吃点饭好吗？”婉哥轻轻笑了，叹了口气：“我占了你的位置这么多年，怎能不愧？”糖糖白了他一眼，反过来抱住我的大腿：“你也不是全拿走了，我不是还有娘吗？她做的东西超好吃的，水晶肘子、红烧肉、四喜丸子，
脆皮烤鸭。说着说着，我感觉大腿上一阵如湿。糖糖擦了擦嘴角的口水，亮晶晶地看着我，娘亲，饭饭。屋里顿时笑作一团。我带着2大2小进了厨房，他们负责打下手，我拿出上好的牛羊肉切成片，大虾去皮搅拌成泥，再放入竹子做成的容器中，糯叽叽的鸭掌、鱼肉丸，再配上一些小青菜，最后用牛油、桂皮、八角等等炒香做成古董羹的底料，再调1碗蘸水。下人们在院中抬上桌子，烧好炭放在容器下，古董羹就做好了。夜里，我们几个围着桌子吃得大汗淋漓。秦国公不怎么能吃辣，一边冒眼泪一边夹肉，炫得没空说话。沈静穿了一身净衣，眼冒金光的模样和糖糖如出一辙，母女俩筷子夹得飞起。倒是婉哥吃得斯文，脸上的笑却不曾减半分。要是能一直这样就好了，一家人团团圆圆的。说话的是沈静，她不太会表达，只伸着筷子给2个孩子夹着肉。我笑了，当然会一直如此。但我没想到，我和沈静的期盼很快落空了，因为婉哥收拾好包裹，准备离开京都了。沈静不舍，真的要走吗？婉哥坚定地俯身拜下去。我自幼读圣贤书，通晓事理，却从没行过万里路。有时我以为深宅大院就是我的余生，可女儿如今明白了，我自有我的路，只是这路定要是我自己选的。沈静含泪点头，好，娘的婉哥长大了。婉哥要独自游学，沈静不大放心。糖糖给婉哥带了不少好吃的，要他路上小心，自己会照顾好2个娘亲，只是他也要照顾好自己。婉哥笑着拉他的手，你和娘在外漂泊了这么多年，我不过游学1年而已，一定可以的。别担心我，倒是你们照顾好自己。糖糖拉着他的手，赌气似的不愿松开，最后还是叹了口气，由他去了。国公爷早就哭成了一个泪人，躲在国公府的大门后都没出来。我们送走了婉哥，日子还是照常过。2个月后，江南的一处小镇里，婉哥正拿着书要去吃茶。姑娘要不要试试我们这的新品？茶里加了牛乳，喝过的都说好。我笑盈盈开口，糖糖凑过来，嘻嘻哈哈开口，对呀对呀，还能美白哦。小娘子走了一路，都晒黑了吧？还有沈静叼了一根草，去拿。要不顺路一起吧？婉哥手里的书咣当一下掉到地上，2条腿飞速倒腾，扑到我和沈静怀里。糖糖在一边酸道，怎么不带我？我也要来。他扑在婉哥身旁，紧紧地抱在一起。一家人啊，可不许孤立我。我笑着答，当然了，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。至于秦国公，他要当差，自然不能出来。此刻估计正在国公府抹眼泪呢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